Encino， 我们频道里面出现率最高的城市。如果说洛杉矶的豪宅有性价比的话， Encino 绝对可以排到第一。那么今天我们找到一栋2024年全新建的豪宅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浩。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再次回到了 Encino。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这栋房屋的前院来讲，还是做的不错，挺漂亮的，尺寸是 OK 的。两边的这个车过来的铁门、滑动门，中间是行人直接可以过来的门，都是有密码可以摁过来的，也有遥控器。那从这边过来可以看到，首先这边是有一个3车库的室内停车位，在房屋正门的一边，周围呢也全部都是用石块做的墙面的这些铺设。整体来讲呢，多一些层次感，显得也更漂亮一些嘛。包括这种 LED 的竖的这个射灯，现在太多房子都是用这个了。是。不过今天这个房子属于 Encino 稍微偏山上一点，你可以看到周围的植被，前院这些树被这么高的大树整个围起来，所以它整体给人感觉，哎，就是隐私环境还是不错的，不像山下那些 Encino。是。而且今天这房子在 Encino 房子里算贵的吧？算贵的，算贵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往这边过来一点哈。地面呢，除了水泥的地面以外，它用很多的人工假草做了一些过渡带的铺设，显得颜色呢整体更加的活泼生动一些。过来这边呢，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车正好环形掉头，所以它其实位置是蛮充裕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再往这边走，就是房屋的正面了。从镜头里可以看到，房屋的正门的建筑外观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，也是一个偏现代 contemporary 的一个房子吧。侧面是它侧院的门，从那边可以过去。院内的树也可以看到尺寸是不错，简单的前院都是这种小的碎石块啊，哎，简单的这个射灯啊和一些简单的树做了一些搭配，也属于那种比较低维护成本的这种方式，不需要太多的针草啊，大量的植物需要浇灌。然后每一面侧面的墙上呢都有大量的射灯，不同的尺寸。从正面可以看到啊，2层举架的这个落地的拉门、落地的窗以及上面的高窗，它实际上是那种叫什么呀？叫电吸还是叫什么？不能叫电吸，雾化，就是通电了以后会雾化的那种玻璃，就 frosty。哦 ，OK。对，通电了以后，它整个颜色就全部都是 white out 了，你就看不透了。那不通电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能够看清楚，有一定的采光进去啊，看透一点。所以隐私来讲，考虑到了，你不需要遮窗帘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容易，这个不容易，还是要稍微多花些钱的啊。是。正面看也挺漂亮，上面有些砖块呀，包括伸出来的阳台呀，整个的墙面外面都是用的 smooth stucco 做的铺设。我们镜头再往前走一点，从正门的 paved door 进去，为大家看一下它室内。通过paved door，我们正式到达室内，可以看到尺寸是不错啊，很大的门，面积也是不错。进来以后豁然开朗，直接就先给你它房屋最大的亮点，它的 wow factor 很漂亮。一会儿详细为大家介绍。地面全部都是 white oak 白橡木的地板，正面正对的是它的楼梯系统，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再介绍。先来我的右手边，这边是它的正餐厅。它正餐厅一下放在门口的这种其实还不是特别多，是不是？是。上次可能是在 Shamrock 看过一个，反正也是一种方式了。很多人正餐厅摆在门口最漂亮的位置，但这个灯咱们很熟悉，很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看这个房子，网上图就想，哎，这个房子总觉得似曾相识，大的小的都看过。对，很多，哎，没错，上次看那个大嘛，就对，也是 Encino 是不是？好像这个2个拼到一起还粗了一点啊，对，那个是在 Tarzana。OK， 对不对？它反正。这个房子有很多我们之前看过房子的元素，它都凑在一起了，但凑的还不错。这边一个10人的长桌，木质的这个桌子上面就是布艺的椅子围一圈，蛮温馨、蛮舒适的。那我们镜头再过来一点，身后这边呢是它一个，其实这个墙都不能说是储酒，就只是展示，好看、装饰作用。就你真的有酒，偶尔放一放可以，但长期储存肯定是不行的。那未来的话，实际上很多人是把这个空间其实拆掉，挂画啊，弄些其他东西可能会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搭个玻璃能放个厨师，
它说给它密封起来，要不然的话是不行的。但现在就是一个展示的功能，就当一个装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从这边走，去右手边之前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室内啊，不知道是 Encino 传统还是现在洛杉矶的装修风向标，就大量的室内的这个wood cladding 就木条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多了。以前咱们刚开始看的时候，感觉还没那么多，是不是？但现在真的多了。这边功能挺多啊，左边有个电影院。等一下，去电影院之前，现在我这边是它的一个 powder room，powder room 用的还是可以的。这个大黑的天然的 granite 石料，它整个的石头的纹路非常的漂亮，但没有用漂浮的设计，但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洗手盆坐在中间，非常的好看，觉得还是挺漂亮的一个设计。两边一个小灯，我们再往这边走，过来一点，这边是它一个厨房的准备区。直接往那边走就是厨房了。我们一会儿到厨房的时候跟大家再提。侧面这边是它的车库的通道，一个走廊走到底就是它的3车库，室内的停车空间就藏在了后面，位置反正也行吧，从车库出来直接就去厨房嘛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它这个电影院其实做的还可以。电影院的空间来讲，我觉得尺寸就一个一般家庭来讲是绝对够了。为什么关上门呢？给大家感受一下，它里面的收音还是做了隔音的效果的。那尺寸来讲，这边比如说上面坐个3个人、4个人，下面2个人，就正常家庭的尺寸，影音室大小是没问题的。可以看它地毯选的也是更加偏柔软啊、舒适的材质，包括它这些周围的立柱都是用这种 wood cladding 做了包裹，而且它两侧都是有做 LED 的灯带，所以它整体让这个里面的氛围就显得蛮优雅、蛮叫什么典雅，或者是显精致的这种感觉。是。那么再过来一点，教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镜头里面可以看到，这个幕布的尺寸，实际上以一个一般家庭大小使用来讲，是绝对足够了，绰绰有余的。现在很多家实际上都不用这些了，都直接挂大的电视了，是不是？是。而且这整体的空间，我觉得小朋友其实是蛮喜欢家里电影院的空间的，包括大人在这边做个 PS5 玩个游戏都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继续出去为大家介绍剩下的区域。往这边呢，路过其实正门过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这个大的这个做的客厅，是不是？是。整个客厅在它房屋最中心的位置，整个的最漂亮的中心点的环节，所有的可以说好的元素吧，坐在这个位置都能看得到了。漂亮的厨房，对不对？餐厅、正门、楼梯，包括后院的景色，就是你坐在这个位置，是你房屋的所有亮点全部都收入到你的眼中了。一个弧形的沙发在这个空间里面也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个空间，因为它是一个偏正方形的空间嘛，你再放点方的沙发进来就觉得太硬了。圆形的这种沙发放一个圆的这种桌子，实木的表面，看起来更加的舒服一些，没有那么冰冷。因为这后面是这么大的一块 travertine 的一个石墙啊，石料，两边用的wood cladding 一些隔断 LED 射灯，摆一些工艺品，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fire pit。其实它这个整个中间做的这个 living room 是咱们看过的里面还算不错的了，就是显得挺舒适，能让人就是有这个画面，我能在这个空间里坐下来是什么样的。而且难得留了个电视，是现在留电视的在 living room 的很少 ，family room 可能还有，但 living room 里面留电视的真不多了。对，我们镜头往这边再过来，楼梯系统可以看到典型的现代的楼梯的设计，钢化的扶手。整个的钢承重钢筋给它整个架起来到2楼，上面这个灯啊，跟那个 UFO 那种飞盘一样，有一点哈，或者是像架子鼓的那个敲盘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不同的颜色，一层一层的下来，大小都有，还挺漂亮的。就是设计师在找灯的时候，其实挺费脑的，对不对？难得看一个咱们没见过的灯了，算是不错了。空间放在这边，楼梯还算是不占空间吧，利用还算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下面放了一个钢琴。反正聊胜于无吧，摆在这个位置也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这边等于是它一个小的门厅的位置，跟那边其实有2个坐的区域，互动蛮近的，但这个更小、更舒适、更显得 cozy 一些的感觉。包括灯，你可以看到挂的也更加的低，适合大家坐在这边促膝长谈一下。正面是有一个拉门拉开，可以去到它的正院的地方，因为它外面有院铁门嘛，所以私密性是没问题的。你坐在这边也是可以很放松的一个状态。Staging 做的还行，是这家 Staging 其实做的是不错的。我们再往这边走，房屋基本的所有这种数字化控制啊、灯啊，这就不用多提了，现在都是标配。门这个长长的走廊实际上是有一些储物功能的，就这边有一个双开门，这边有一个双开门，它里面都是储物的空间，包括什么电机房都在这边。它其实用侧面就是客厅后面那个壁炉的墙，它隔开的后面是什么呢？这边是一个卧室。
有自己的卫生间，一个小的一个外面的拉门出去简单坐的区域是它侧院，这是一个卧室。这边还藏了一个东西，就挺有意思，这是一个什么呀？它是一个就是给狗洗澡的一个小的洗澡间，它真的就只是为了给狗洗澡，不像咱们之前那个Hidden Hills 咱们看的那个狗的。它是有 laundry room， 对，它是在一起，它不是，它只是为了给它洗澡的。OK， 里面没别的东西了，几乎是。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可以接洗衣机、烘干机，是连在一起的，但其实主要是给它洗澡。这是玩具啊，玩具。再往这边过来一点，身后左边是去客厅、厨房，一会儿为大家看厨房，厨房还是有亮点的。身后这边是它另外一个靠后院的卧室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进到这个房间，最大的亮点呢是它整体的这个房间的布局啊。首先，后面是它的卫生间，尺寸不错，淋浴间、马桶什么都有。卫生间实料台面用的也还可以。侧面就是它整个一个换衣的空间了，就是没有门了，放在这边， OK， 反正也 OK。但最大亮点是什么？首先层高，秉持1楼的高层高，它一个大对角拉门，没有这个承重的结构，钢是承重坐在了里面，全部拉开以后，直接在这个角落躺在床上看到这么漂亮的后院景观。这个真的是无敌了，而且和隔壁的 ADU 就遥相呼应，哎，邻居你好，这种感觉是不是？是，这一点是一个很难得的地方。而且我们紧接着过来啊，厨房没介绍完呢嘛，正好从后院那个客厅出来以后，旁边这是一个长条的 California Room， 上面全部都是挡的遮阴，下面有做 LED 的灯 ，speaker 都有，很多坐的区域，这边放个几组沙发都是可以的，没有任何的压力。我们再往这边走。身后就是它厨房的区域了。其实这个厨房它不算是特别大，但它功能是给到全了。而且优点之一啊，它做了双岛台。我觉得但凡是双岛台厨房都是有很多的优点。它其实前面这个岛台它就当成什么了？吃饭用了是吧？哎，早餐桌了是不是？高低八的设计，几个吧椅，没事简单的吃的就在这边做了。食料也用的是 Taj Mahal， 对不对？很漂亮。然后又是这个灯，感觉就是给它拉直的那种设计，对不对？是。厨房下面的柜子都是实木的门，冰箱啊、抽屉全部都已经有，收纳都在这边了。然后它整个的收纳的门，其实它用的这个 smooth 的材料，其实摸起来手感还是不错的。而且往后面，有想到吗？哦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它后面藏了，看能不能把灯打开，看亮一些啊。对。它把一个 pantry 藏在了一个拉门的里面。这还挺有意思的，是不是？我刚才还没看见。你刚才没看到这个地儿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打开了以后，它正常就像橱柜的门的系统一样，它你结构里面不熟悉的，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空间，就可以当一个 secret room。是啊，是不是？你就是把这个后面如果再做一个拉门的环境的话，这个空间几乎是不会有人平时知道的。他要把后厨放在里边，更绝了。那有点太密封了，太密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但确实很有意思。开始大家看就觉得，哎，普普通通的橱柜门嘛，结果一打开，哎。哈利波特的家可以。我们再往这边走，不用说了，这么宽的门肯定就是冰箱和冻箱了嘛，也是这种自动的 push open 的，冰袋都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们继续往这边，沃夫的 built-in 的咖啡机，下面所有的橱柜、抽屉 ，Deco 的烤箱，哎，好久没看见 Deco 这个牌子的东西了。新的。哎，新模的。反正现在年轻人用这个 Deco 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再往这边退一点，这边就是过道啊，过去那个准备区，刚才跟大家介绍过。再往这一侧，加州的阳光。加州这阳光，这个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遮阴的效果了。都是这个样子。但它这个厨房这一点，不知道大家镜头里有没有感觉，挺大的这个窗户。是。它整个就是一个大的 picture window， 两边是能打开一点的，让阳光直接就洒进来。这个厨房的采光确实挺舒服的。这个玻璃跟前院那个一个效果是吗？对，也是通电了以后能够完全雾化嘛。在美国好像就有1-2家能做到这么大玻璃做这个功能的。哦，是还不是特别普遍 ？Supplier 非常 limited， 所以这种价格高啊。对，我们有一个 supplier 是可以做无限大的，从国内给你进啊。这边反正其实也不是特别难的技术嘛，多少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再往这边走。这是它的主要的 cooktop，induction 的 cooktop， 那天还挺有意思的。抽风在这儿啊，还是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摁了以后，抽风从那边伸出来，这样的，大概能伸到这么高吧。可以。就有用没用，聊胜于无嘛。基本上就是，因为它层高很高的，你后面都打开了，其实空气的流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，所以这不是个问题，我觉得。对。
这现在有阳光跟室外一模一样。然后 induction cooktop 和电磁炉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啊 ，induction cooktop 好像有一些的锅是不能往上放的，它加热更快。哦，电磁炉好像什么都能往上放。然后往这边来讲，这是它的第1岛台吧，就算是对不对？主要的这个洗碗槽都在这边，也是用的这种多功能的，就是能够拆呀、换呀，全部都是能这边推呀，挺喜欢人的。实用性比较高。然后同样也都是塔什马哈的材料，下面的所有橱柜也都放好。猜的洗碗机在哪儿啊？洗碗机这有一个吧？对，这有一个洗碗机。然后这边所有橱柜下面，包括收纳的地方，它的柜子也都是做这种抽屉型的，抽拉能够拉出来。所以整体来讲也是比较好用、实用的一个空间。你这洗碗机能第一次猜对也不容易啊！哎，这个他都已经这么提示我了，我再不知道。这边是它的开关也都在，因为岛台很长嘛，所以在台面、侧面也做了一些开关的设计，做了3个也是足够了。那到侧面呢，可以看到啊，我已经把拉门都收到墙里了。实际上它后面这个门2扇，那边的拉门是往那边收，这边是往左边收，都是 pocket door，OK， 可以全部收起来。那出来以后呢，就是它的 California Room 下面的另外一侧，它现在放了一些简单的桌椅，做了一个装饰嘛。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，镜头里已经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后院尺寸，可以说是对不对？这个后院很好看。哎，这个后院的尺寸，我觉得，在咱频道里面算的是比较工整的一个后院了，对不对？它占地有0.43 acre， 对不对 ？OK。8房9个卫生间，室内面积8000多尺，要价你猜多少钱？800万靠上，差一点点800，差5800万。OK， 所以它整个房屋其实，在 Encino 不算便宜，但它给你的东西也还是可以的。现在豪宅性价比都这么高了啊！以前800万给不到，咱们还记屏幕一开始拍的时候 ，Encino 800万给不到这样的。去年的今天，这房子上1000，跌1000了。对啊。我们在传达什么信息？来这边，它这是一个户外的一个烤肉的一个 barbecue 台，烤炉在那边，外面的一个台面，水泥砌的，简简单单，好维护，好打理嘛。再往这边过来，这是一个，这我见过最大的热泡池了吧？而且它是做起来的，然后做了一个 overflow 的水流到下面，整个在泳池它拿了一个1/4的位置给它了。咋进去啊？有梯子？这是有点夸张啊，把它特意的强调出来这么一个空间，是不是？但是确实挺有意思的。反正比起泳池来讲，我觉得热泡池的使用率实际上更高。半个艺术品，都可以算艺术品了，是吧？来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。那边是它的浅水区，这边是它的深水区，两边都放了一些太阳椅、躺椅，两侧一些灌木丛啊、矮植以及人工假草，非常友好。好打理，你看它这个后院多么简单啊，多好打理啊！往这边几个简单的水的瀑布流下来，做一些点缀啊，让整个水面更加的活跃一些。而且，它这边做的是3个点火的火槽，晚上我们给大家点开啊，就有3个，就是1、2、3个篝火，你晚上可以围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坐在篝火下面也是挺舒服的。是，而且赵老师，如果你现在这么转过来，如果看这个画面。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 potting 这种果岭，整个后面的墙面全部都是用 LED 的灯围了一圈，其实后面的照明晚上还是挺漂亮的。这房子晚上挺好看的，就是如果站在中间的位置，正好站在房屋的后面，以这个角度可以看整个房子，其实它还是做的挺漂亮的。算是 Encino 咱们看的房子里面前后院都是 OK 的，真的不错啊。挺舒适的感觉，是有这个画面在里面去享受舒适的这种感觉。往这边。这个果岭其实也不小啊，是不是？够练了，够练了。有几个？1、2、3，有5个小洞呢，是不是？可以。然后 ，Encino 传统罚球场一定要有的。罚球场，咱们有拍过任何一个 Encino 的房子没有小篮球场，而且都是一样的架子，可能都是同一家做的。如果有哪个没有啊，观众朋友知道提醒我们一下，哪个我们之前拍过的 Encino 房子没有？应该都有，是不是？都在搅起。哎，顺便打个广告啊！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干嘛？记得点赞、关注，我们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房子嘛。来，教授往这边一点，小心哈。这边是对应的躺椅，躺在这一侧。我左手边整个这个建筑啊，这就是 ADU 了，对不对？完整的一个独立的套间，而且它是
可以做成2室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它只不过现在其中一个当了是书房而已。是。那么现在赶快过来，跟着继续看一下这个大型 ADU。进到这个房间以后呢，它也是一个对开的门，但它稍微可惜一点，它就没有把那个承重结构做到结构里面了。是。所以它这边2个门中间是有一个立柱的，但 OK 啊，因为其实在后院已经很开阔的一个空间了，从这边景观、采光都不是问题。这边是它主要一个就餐区啊，它现在把它其实它是可以做成一个厨房的，但它更多是当一个 pool house 使用 ，party house 等于在这边做一些 serve 的功能啊，因为它洗碗机、碗池，包括这边有一个小的 cooktop 都是有的。但是这里挺特别的，就是你从这边过来一点，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台面和这边这个台面用的这个石料啊，这个也是混合的，它是和 travertine 混合在一起的一些砂石材料。这个花纹我们还是第一次见，就整体看起来乍一看给人感觉有点密集恐惧症的感觉，好像有点假哈。哎，对，但是真的。哎，你看久了以后发现，还挺耐看，就是还挺融于这个空间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因为很有现代的这种感觉，蛮舒适的。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，橱柜都是灰色，不用多说啊。你们再往这边走是它一个卫生间，卫生间台面啊、尺寸空间是全功能，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它往这边是有什么？有2个卧室，它现在一个当成书房了，都有自己拉门去后院，有自己的衣帽间，衣柜。往这边呢是有自己的衣帽间，包括它自己后面还有一个卫生间，套间的卫生间。Okay. 所以它实际上是个2个卧室，自己有自己的卫生间。所以你想把它做成一个，就是比如说叫什么 ADU 啊，或者是两房一厅一卫这种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。那么整个1楼为大家介绍完了，现在跟着我们上去看看主房的2楼空间。上到2楼来，主要就是它的卧室的空间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它前厅上面一上来佛爷的地区还是挺漂亮的，这小飞碟的灯蛮有意思的。包括它这边的背景墙挺好看。对，从1楼整个都是贴上来的，还可以。它是2个灯，你看，一个是从上往下打，一个是从下往上打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它下面这个灯是上下的，通着的。所以它小射灯其实都是有角度的，就这个角度看起来还挺漂亮。我们从这边过来，身后其实这是有一个卧室，这是它一个卧室的套间，前面有自己的阳台，有自己的卫生间，尺寸不错，就规规矩矩吧。你也不能说特别大，但其实一个次卧来讲是足够了。这2楼的一个休息厅啊，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。先看旁边这边，这是它的洗衣房，洗衣房都是用的石料的台面，木质的这些橱柜的柜门。隔层分段收纳都准备好了，空间也足够了。就我觉得这个房子，你看8000多尺，但它整体的规划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浪费，都是给到你了实用的空间，是不像有很多没办法用的，倒不多，几乎没有。然后2楼的这个层高，你看出来也不错，也有10尺的层高了。对，包括什么轨道的射灯，其实这个其实在美国不多哎。啊，这个灯是吗？对，这种轨道射灯，就你能拧下来，让它在别的地儿换个位置继续亮。美国其实没有大面积的使用，但其实国内其实很多了已经。包括这边空调的出风口，我们再往这边呢，这个卧室就比那个门口的稍微大一些了，也有自己的卫生间、衣帽间，也不错。但最好的其实是我身后这个卧室，这个卧室它比前2个其实好就好在哪儿呢？正好是后面有一个拉门，自己阳台，隐私更加的好。然后它这个橱柜可以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卧室里面没有那种很多卧室没有走入式的衣帽间，但它都是用这里面的空间给你做这种隔断的橱柜的系统，都是打好的，整个里面收纳，包括往这边可以看到它的柜门啊拉出来，包括上面的这些收纳，其实它整体来讲考虑的还是挺周全的，也都是比较好用。你喜欢这种还是走入式的？至少这种有那个抽屉，你知道吗？一般都是3个大竖的啊，对，像它这种抽屉就有点像咱们那种五斗柜一样，像它这样就比较好用。对啊，小的衣物放在这边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走入的方便，但有人可能觉得在里面会显得更整洁。那厨房去了，光想吃了。整个床的位置尺寸也不错，你放个 king 其实也是放得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它自己的卫生间，也是淋浴的。现在整体的卫生间其实装浴缸的越来越少了，就是除了主卧以外，也是用的石料的台面 travertine， 整体看起来挺漂亮的。侧面就是拉门，直接看后院的景观，隐私也很好。让我们继续看那边主卧室，
它2楼的 loft 其实尺寸是不错的，而且外面这个阳台啊和主卧室那阳台是通的，而且中间有这个大壁炉，一会儿我们出去再说啊，这到底是优点还是槽点？半通。我们一会儿再详细聊。但其实2楼有这么一个 loft 的空间，我个人觉得房屋大到一定尺寸，2楼是需要这么一个空间的。是，晚上了上楼了，又不想在床上待着，谁天天跑楼下坐着再上来读8000多尺很麻烦的。是，楼上有一个坐的空间真的是很有必要的，当然前提是大到一定的尺寸。所以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，这是 loft 的空间，没毛病。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，当然柜子都打好了，不用说。身后这边呢，门打开，身后就是主卧室了。其实已经能看到主卧室挺漂亮的啊。主卧室一进门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衣帽间，男生的就稍微颜色深一些，尺寸小一些，女生的还可以。女士的衣帽间尺寸就是比男士的大，但这个还行，没有太夸张，是不是？是，它大概大了1/3，对不对？来，教室跟着一起横着移往这边移过来，你可以看到身后两边是对称的，就是所有的挂的区域，包括这边 LED 的灯带啊，上面比如放鞋的啊，包括这边长的抽屉啊，之后整体它外面的 finish 用不同的花纹，中间的岛台这边也有大量的抽屉，而且不是单侧，就是教室的那一侧也是有抽屉，都可以抽拉出来的，而且它抽屉下面可以这边有透明的，挺用心的，就是小的什么表件啊、装饰啊，你从这边直接可以看得到。用的时候你知道拿哪个在哪儿，你直接拿出来去用。所以它都是考虑到的。然后包括这边啊，整个其实现在我觉得衣帽间，一个到一定价位的房子，衣帽间，尤其主卧室衣帽间好不好，特别的影响到这个房子最终能不能卖得出去，好不好卖。而且它多大程度迎合女性消费者，现在其实也是占主导的。看你能放多少爱马仕的包啊！看看睡觉的地方。主卧室空间很好，去那边之前先往左边走。左边是它主卧室的卫生间，进来以后呢，地面全部都改成用大块的石块了，就不是木头了，因为有水嘛。那么过来，我觉得主卧室很漂亮，就是它这个 travel team 的整个的台面，你看从一进门的地方延伸一直到最后一整个大台面，中间有一个段啊，是2片 piece， 超大的这种半身镜，两侧挂过来。它这个卫生间的台面做的还真的是蛮宏伟的。是，这个台面可以跟咱们之前看那个 Chateau 那个房子，就是Hidden Hills 的那个主卧室，你还记得吗？特别长的卫生间，跟那个有一拼了，都有回音了。对，都有回音了，然后及格了，及格了。然后包括它这边的五金件啊，有个小特点，不知道镜头里面加给大家展示特写，就是它冷热水它是有一个 H， 然后这边是个 C， 它有刻在里面。OK， hot and cold， 所以它是有这种纹路激光打的特点，然后两边是这种摸起来咯楞咯楞的材料，就很有质感。它这个五金件咯楞咯楞的材料，就它周围是不平的嘛，用的是这种锯齿的，对不对？那挺好的。对，它就很有质感，做得起来。然后包括下面这个底下的这一层也是用同样的岩板，它做到了下面。他们这样做还不显脏？不显脏，显得整体非常整洁干净。那边是男生，这边是女生，自己有一个梳妆台的位置嘛，一样大的镜子，射灯挂在这边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阳台啊，直接是看的房子前院，主卧室等于是前后都有阳台。往这边马桶，一个、2个，在 shower 的各一侧分男女使用。那这个其实咱们看过很多类似的设计，就看这种泡澡的浴缸 freestand， 它放到了淋浴房的外面，然后淋浴房在里面。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在里面，保温更好？不，是吗？这个相当合理。为什么？细品。不行，我不能跟着你品。我觉得我再跟着你品就要不行了。很漂亮，其实材质做的还是很漂亮的，这种烤瓷的设计。那进来这个淋浴的空间，我好像品出来了吧？然后这边整个很夸张啊，上面、地下、前面、后面全部都是同样的这个 travel team 岩板的石料铺起来，很大的一个空间。包括这边有一个冷热水从这边浇嘛，那墙上面也有2组花洒，头顶它那个花洒那个手拿的也是那种花纹的吗？应该也是，它侧面。它不是，它只是用同样的，都是那种 brass 的那种黄铜的材料，摸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粗糙感。感觉这个挺好的。就这家房子，其实它很多的小的装修细节，你看这是有一点咯楞咯楞的，
它有很多小的装修细节用的是比较用心的。对，哎，整体来讲是有一定质感的感觉啊，我觉得这个价位的房子来讲还可以。这都提前设计好，你像那中间墙还给你提前设计 facade 在那儿，对吧？没错，其实咱们有时候去看房子会发现有一个问题，有的房子你进去会有很多不合理的空间位置，为什么？就是它房子盖之前他没想好里面，完全没想好。对，他是我先把壳做好了，我再想什么地儿放什么。他装这个墙之前就知道这个 tub 要放这儿，所以有些这个东西房间布局不合理，其实大家是能知道的，就是他用心不用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来看睡觉的，哎呀，从卫生间出来，直接过来就是他主卧室床的地方 ，king size 的床，后面整个用木板做了一个背景的铺设，两边掉下来的挂灯。但我有一点不明白啊，教授能不能看出来？为什么那边挂2个，这边挂1个啊？是这边忘记挂1个，还是那边多挂了1个呢？今天的啊，洞察力还挺足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今天爆发了，来找不对了，来找不同来了。是啊，这个我不太明白啊，有没有大家理解是什么理念？我们到时候也会跟开发商沟通一下。那主卧室实际上整个的顶是做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drop ceiling， 它周围都是一圈 LED 的灯，中间还有一些 LED 灯的射带。其实它这个主卧室就很多装修，如果你要不看，在国内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没什么，没多少钱。其实在美国做这东西很贵的，很少人做。对，它这其实在城顶上面就是一些看不到的地方，它花了一些钱了。这个原层高得多高？这 drop 出来2个。原层高10尺是至少的呀，可能有11尺啊。它 drop 下来可能将近都有9尺半的样子，你想10尺可能也有了。那这个你别说，有一种不对称的美，还可以。往这边是它的壁炉，两边简单可以坐的区域，后面用整个的石板做了一个铺设，上面挂了一个3星的电视，这个是假火。就那种电子火，点了以后是那种画面的那样的，你明白我大概说那不是那种烧天然气的。我知道你在说啥。对，这个还另一个好一点啊。是，反正也还行吧，主要是气氛嘛，对不对？谁指着它取暖啊？是，真正好的是拉门拉开以后，哎，一个阳台，隐私特别好，特别安全，对不对？超大的阳台，简单坐的区域，躺椅，周围用钢化的玻璃围起来。往这边就是我刚才和教室出来的时候说的那个一半能走过去的壁炉。咋走？就是你要想走的话，对不对？穿越火线，哎，是也能过去的。但就是它这个设计也挺有意思的，它等于是把一个长阳台用这种方式隔开了，晚上点了以后，你坐在那边，透过那边的火焰看到这边，一种设计感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吧，就把主卧直接扩到阳台上，阳台呢扩到那上边那个黑的地方，黑的这个地方。对啊，那它面积更大，就干到9000尺，是对不对？所以可能它也是考虑一些性价比，对不对？什么尺寸更好卖？也可能是 City Code 的因素，不能把阳台建在上面。对，然后包括伸出来屋檐射灯都有。其实它这边做了一点简单的造型，还是可以了。那今天这套房子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觉得 Encino 这个地方还算不错，这套房子整体来讲，对。那我们视频到这里呢，已经完整结束了。想留到最后看夜景的朋友呢，记得一定留到最后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干嘛？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